今天是我们这个配景展的第二天，人还是很多啊，很热闹。这里展商非常多。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二款房车密码锁。这一款锁它是带指纹、带 APP、带密码、带钥匙。我们现在是它不需要遥控器了的。它不再需要遥控器，我们平时出门不再需要带钥匙，不再需要带遥控器，这个可以丢掉，这个可以丢掉。我们只要带这个，只要有指纹可以开锁 ，APP 可以开锁。我们现在演示一下 APP。我们的 APP 用的是涂鸦的。我们现在点击连接啊，已经连接好了。现在显示锁是在关锁状态，让我们开锁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家看到啊，关锁、开锁，它是非常灵敏的，而且它有指纹功能，这个指纹非常好。我们现在先把它恢复出厂设置啊，恢复出厂设置也非常简单，只要按住这里，按住这个点，按10秒钟，像我这样按10秒钟，它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们现在恢复出厂设置了。我们现在把锁锁上，指纹就可以开锁，非常灵敏，非常好用，不再需要你带钥匙，也不再需要带遥控器。不管你怎么锁都可以。我们现在锁住，这就锁住了，你就开不了锁。一开可以开了，一个锁舌带动2个锁舌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进步，这是我们的专利产品。我们现在再聊一下我们这个锁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。我们再聊一下关于这个汽车配件的一些东西。在我们中国啊，现在尤其在小米、比亚迪，他们都做得非常成功，包括赛迪斯。为什么他们这么快这么成功呢？其实啊，就是得益除了他们公司本身实力的强大，研发能力的强大之外，更得益于中国的汽车工业链的高度发达。而像我们贾跃亭的法拉利 FF 未来，在美国为什么迟迟得不到量产？花了大量的资金还得不到量产，除了公司内部的原因，我认为更多的是美国的汽车工业链是不够发达的，它至少是没有中国这么发达，所以说导致这个法拉利未来迟迟不能量产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